因为一直在这府上兴风作浪扮鬼的，就是吕嬷嬷您。玄清仙子，你说那扮鬼的人是吕嬷嬷？玄清仙子，你可看清楚，老奴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是人，不是鬼。你当然是人。夫人，你可记得我们遇鬼那日？那日我看到的其实就是你的影子。敢问哪个鬼有影子？那分明是人扮的。即便是人为假扮，你怎么能说那个人是我呢？那鬼走至长廊处便消失了踪迹。我问过魏府下人，这后院至府上各处小门都有人值守，除了吕嬷嬷所住的这间偏院，故而我才推测，那人是逃进了这院子里。至于扮鬼的东西，说不定就在这儿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怎样狡辩？青梅，搜。是。和尚，快点盖上！哎呀，好你个吕春莲，装神弄鬼吓唬人，搅得魏家永无宁日。玄清仙子，我们这就召集魏府上下，严惩这个恶奴。夫人且慢，估计你也看得出来，这吕嬷嬷一向是郎主的眼线，负责盯着大夫人。眼下即使我们抓到是她在装神弄鬼，这来龙去脉也去告知大夫人才是。你说的对，青梅，快去请大夫人。是。文慧，我们已经查出来，正是这个吕嬷嬷她扮鬼吓人，我们正要把她拿了去法办。大夫人，可是有话要说。文慧，事到如今，你还在顾及那个魏县？他这样监视你，还让人装鬼来吓你。夫人莫急，大夫人想说的话，我替她说。吕嬷嬷之所以扮鬼吓人，皆是由大夫人所指使。文慧，你为何要这样做？魏家后宅皆在魏县掌控之中，这所有的消息无法外传，所以我猜测，大夫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求助。仙子猜得不错，闹鬼求助，也是我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当初，我真不该不听父母的劝告和你们之言，执意要嫁给这个混蛋。20年了，我无一日不是生活在地狱里。文慧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原来你这20年过得这么苦。他说，他不喜我与外人交集，我就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他说我愚钝蠢笨，除了他没有人会在意我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都听他的，我就乖乖的在家里听他的。有时他一高兴待我极好，只要一生气了，就对我拳打脚踢。这个混蛋，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？大男人居然对淑女子下如此毒手，魏县他就不是人呐！其实我也曾想过和他和离，
可是我娘家失势，他就拿我家人的性命来威胁我，他阻断了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，他就把我关在这个深宅大院里，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吕嬷嬷本来是派来监视我的，但是吕嬷嬷同情我，就倒戈相帮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来假借闹鬼向我儿求助。那既然我已经来了，你为何不从一开始就告诉我实情，还用鬼来吓我呢？若依，你性子单纯冲动，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，我担心后果难料。你还记得上一回我故意刺激你，希望你能带我逃离魏府，可谁知道那个魏县他回来的这么及时。所以你嫌我冲动蠢笨，所以从一开始你想要吸引来的人并非是我，其实是瑶琴，对吧？不还扮鬼来吓我。若依，你别误会。夫人，魏大夫人此举并非是对你不信任，她太怕了。张怀王妃处理此事向来经验丰富，出其不意，你们手帕之交，不正是喜她这点吗？说得对，瑶琴本来就是我们姐妹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，玩笑之间便能杀伐果断。若是换作她来处理此事，可能早就帮你脱离魔爪了。我真是太没用了。夫人不必气馁，就算你我不是张怀王妃，也定当会竭力帮助魏大夫人脱离苦海的。不会，你相信我。魏大夫人，我能否与你聊两句？不知仙子想说什么？魏县赠予你的镯子，可知它从何而来？玄清仙子表面上是受二娘子所托，实则是为了这个金镯而来的吧？你到底有何目的？魏大夫人尽管放心，我只想知道这个镯子的来历，它对我很重要。即便不知道它的来历，我也会帮你的。为何？同为女子，我对魏大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。我既已知实情，又怎能置身事外呢？仙子所问，定有隐衷。你既是真心帮我，我也当有所回报。关于这个镯子，我的确不知道它的来历。不过家中贵重之物，魏县都会登记造册，注明来历。只是那个账册一直在他的手中。先父乃将作大将，他生前为我打造了一只百宝箱作为陪嫁之用，婚后就被那个魏县抢了去，就连开箱的活文密码也被他修改了，连我都不知道。如此说来，即便我拿到这百宝箱，也无任何用处。仙子莫急，百宝箱乃是我的陪嫁之物，也是先父留给我的念想，我定是要拿回的。只要能与魏县和离，按律，他定要将我的陪嫁之物归还于我。届时，他定会取出他的私物，暂存于书房的暗格中。只要到那个时候，不就有机会了吗？和离事关魏府颜面，这并非易事，大夫人可要受些苦了。
我这些年吃的苦头还少吗？只要能离开他，就算再吃点苦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受命调查魏县，恩师一案，他也参与其中。这魏县若真是诬陷苏先生的人，那么百宝箱内说不定也有阿兄想要的线索。这于公于私，我都要帮助魏大夫人成功合理。跟上！出了何事？有人闯入我房间，他想取我性命。尊驾身为大理寺司正，却私闯民宅，知法犯法，是何居心？下官深夜归家，路过贵府，听到府中有人呼救，才赶来救援。事急从权，还请魏都使海涵。不过素闻魏都使统兵有法，宅中护卫不少，怎得我一个路人都听见了呼救？直到此刻，魏都使才带人赶来。陆司正和仙子口口声声说有刺客闯入，刺客在哪儿？我们怎么看不到？人就在。说个话的功夫，就让他跑掉了。口说无凭啊！玄清仙子莫不是驱邪未遂，反被邪灵滋扰，心生幻觉了吧？依照本朝律令，妖言惑众，罪当处死。来人，将这道姑拿下！住手！犯罪也当是官府之事，岂容你魏都使随意决定？更不容你魏家护卫私自缉拿。刺客虽逃走了，但是我们并未看到有人进出，想必是趁乱混入了大人部下之中。咱们细细盘查便是。我们将军部下众多，哪有时间陪你们细查？用不着费多少功夫。魏都使，只需你命人把这火把悉数熄灭即可，不会连这点都不愿意吧？魏都使若连这都不愿意，我就只能把这些人带回大理寺调查了。陆司这好大的官威呀！熄灭火把！就是他，我刚刚在刺客头上撒了磷粉，只要火把一熄灭，很快就能显出来。说，谁命你深夜刺杀我的？魏都使，你竟敢当众杀人灭口！今夜闯入仙子房中，定是见色起意。我以军法处置即可。看来这几日在我魏家装神弄鬼、骚扰女眷的也是此人。闹鬼一事已经水落石出，
来人，将此恶贼尸首拖出去喂狗。是。你混入魏府，究竟为何？受人之托，大夫人想要和离，我要留下来帮她。谁想到魏贤却对我下如此毒手。魏贤受我调查，他自是做贼心虚，草木皆兵。你混进魏府，他定当你是我的人。你尽管去做你想做的事，我尽力护你周全。阿兄，为何待我如此之好？我凭什么？你唤我阿兄，家人当是如此。有这么好的阿兄，我也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，又何必对自己的身世追根究底啊？时光荏苒，别错过白头。一次心如初，后人间花开落。贪嗔痴缘憎都随风。若风景都尽头，可归于风？一种情多两年，皆心中一梦。细林漫漫长夜，可若不追根究底，这心里为何如此不安？我与阿雪到底曾是何种关系？宋夫人先前不是说还要在我家多住些时日吗？怎么突然间要走啊？文慧身子尚未痊愈，我的确不应该离开。但是犬子突然来讯，说是翁父染上了重疾，身为儿媳，实在得回去先行照顾，所以暂且告辞。文慧，等我翁父好一些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好。原来如此，那宋夫人尽管安心回家，文慧自有我来照顾，不必担心。丁轩，带我送宋夫人出门。魏都使，本仙子自遭袭之后，仙法失灵，未能帮府上消灾解难，只好离府，还望魏都使另请高明。仙子为我魏家尽心竭力，既然你主动请辞，那我也不好强留。丁轩，一并送客。二位请。关门。婉慧呀，你且老实告诉为夫，此番宋夫人到咱们府中走这么一遭，是不是你刻意为之？魏郎，我没有，不是我。婉慧啊，莫怪为夫没有事先提醒你，你休想离开。在这个世上啊，只有我是最疼爱你的，也只有我能护你周全。若想逃离我手掌，除了性命不保，还会连累你们整个杜家。我不敢，我不会，你放开我。
见郎主。过来！夫人救我！殿下，你想做什么？老贼奴，竟然妄想逃脱罪责！郎主，小人刚才发现府院闹鬼之事，定是吕春莲所为。说清楚！小人刚刚路过后院，发现这吕春莲鬼鬼祟祟往外拿着什么，本以为他偷了咱们府院的财宝，便上前搜查，没想到竟搜出了这个。春莲，说，到底是谁教你装神弄鬼的？是我指使他的，不关他的事。果然是你，我早就怀疑过，怎么好端端的府里会闹起鬼来？姓许的那个婆娘又怎么会突然到了魏府不肯离开？原来这一切都是你，都是你的阴谋！自你嫁到魏家以来，我魏贤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就这么想离开我，还叫你那几个姐妹来对付我？我的一片好心被你当成驴肝肺！在你的心里，终是嫌弃我魏贤出身低微，后悔下嫁于我了。魏郎，我没有。贱人！贱人！怎么骗我？骗我！哎呀！这怎么还没有动静？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母亲别担心，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不会有事的。玄清仙子，你说呢？眼下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了。夫人放心，如今陆思正和宋公子都在，只会更有胜算。几位，怎么样？快救救我们家夫人，不然夫人就要被郎君给打死了！快走！住手！夫人，危险！让开！什么？堂堂7尺男儿，竟然向弱智女流动手，如此行径，实在令人不齿。文慧，你还好吗？11年了，我都已经习惯。危险！你简直禽兽不如！你竟然对自己的妻子下这么重的毒手！我们立刻上报凉州府，状告魏都使虐待发妻之罪。魏某何曾虐待发妻？我们都亲眼看到了，还有文慧身上的伤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哼，那些伤是我娘子不小心摔的，倒是宋夫人以手帕之交的名义蛊惑我妻，身为外人几次3番插手我魏府家事，与我娘子联合弃词诬陷于我，你到底居心何在呀？你弃词诬陷，真是好笑。魏都使，你不会以为今日在场能证明的只有宋夫人母子吧？哼，不然呢？还是就凭你或者陆思正的几句证词，就想扳倒我？还有一人呢。刘一正，请进来吧。文慧的伤势如何？回宋夫人，魏大夫人身上的伤并非一日所成，
像是长年累月遭人殴虐，积伤成疾，还需好好服药，痊愈之日尚未可知啊。魏都使，今日有刘一正作证，你还想矢口否认凌虐发妻的事实吗？魏县，你要么今日答应宇文会和离，要么就别怪刘一正，把此事报给官家。你平日装出一副对重病妻子无微不至、不离不弃的样子，就不怕传到官家耳中，判你一个欺君之罪吗？我们走。若依，我还有话要与他说。文慧，你真的要相信他们吗？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我最疼爱你，也只有我是对你最好的。他们都在利用你来对付我。魏县，这10多年，我就是瞎了我的眼，我被情爱蒙昏了头脑，才会不听亲朋好友的劝告驾驭你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受你的控制，我要和你和离。我若是不答应呢？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一纸诉状将你告上凉州府。我要在公堂之上把你这10多年来的所有罪行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。我要你魏都使在京城声名狼藉，我要你的仕途一落千丈。好，我同意和离。学院，魏县，为了今日，我苦苦等了10余年。我要你即刻就签了这份和离书，在场的诸位都是我的见证。魏县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今夜我要宴请贵客，事关魏府颜面，我也需确保你们不会闹事。只要今夜宴会顺利举行，明日我定将这和离书给你，送你离开魏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将我的嫁妆如数归还。包括我父亲为我亲手打造的那只百宝箱。好，我给你。贵客将至，陆四正和宋公子毕竟是外男，出入我魏家内事，只恐不宜。那我等这便离开。魏夫人，玄清仙子，我们就在府外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派人知会我们。母亲保重。放心。
看来你并未与令堂言明你对明叔的态度。陆兄也看到了，如今家母与明叔相谈甚欢，并无问题。那是因为令堂尚不知你中意的人是玄清，若是知道，他又当如何？陆兄放心，我定会与家母言明，不会让明叔受委屈。你确定你能为了一个女子罔顾礼法，与家族抗衡吗？你一直在提醒我与明叔不合适，那你呢？你别忘了，如今你是明叔的兄长，明叔知道真相后会如何？你可曾想过？明叔生性洒脱，不喜拘束。我陆长今日在此立誓，不以世俗礼法拘束于他。这世间一切美好，皆随他愿。只要明叔愿意接纳我此生此世绝不负他，至死不变。且慢吧，你们如今是兄妹，你现在说这些，言之过早。殿帅，难得您今夜肯赏脸驾临寒舍，末将不甚荣幸。来，我敬殿帅一杯。魏都使请本帅来府，不只是为了喝酒吧？我们许久未见，本帅听闻，魏都使近日似乎不安于位，屡次谋求升迁。常言道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”魏都使有这份上进之心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只是本帅不知道，魏都使的这份上进之心是于公，还是于私啊？魏贤出身草莽，能有今日，自当竭力报效朝廷。还望殿帅多多庇护，成全魏某这份报国之心。本帅相信魏都使是于公为国，我理应成全。但此事难度颇大呀。殿帅为我大恩征战多年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却久闻您敌视虚位多年，别无侍妾。末将为殿帅备下了一份薄礼，以慰殿帅多年风霜之苦啊。奴家燕韶见过殿帅，殿帅万福。末将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殿帅。燕韶，好好侍奉殿帅。
赵金，将军，将这百宝箱交给夫人。将军莫非真的要和大夫人和离？赵金啊，你也跟了我多年，缓兵之计还不懂吗？文慧她生是我魏家的人，死是我魏家的鬼。属下明白。我总算是能摆脱魏相了。若仪、玄清仙子，真的很感谢你们俩帮我脱离苦海。今日我看到你与魏县据理力争的样子，我真的是感到欣慰。我仿佛又看到那个20年前勇敢又活泼的文慧回来了。是啊，20年了，我当时也是为情所迷，信了那只豺狼之言，不听父母和你们的劝告。魏大夫人是当局者迷，自然是难以窥得全貌。说的是嘛，凡事啊都是旁观者清，尤其是这种娶妻嫁人，一定要多听亲朋好友的建议，不可一意孤行。哎呀，你说这话怎么不让我那个不孝的儿子听一听呢？啊，他非要跟那个市井娘子在一起，不听我这个亲娘的劝告。你说这孩子真是的，你说对吧，仙子？是。这一切不好的都已经过去了，我相信大夫人将来一定能慧眼识人，不再轻易受他人的影响。已经有了前车之鉴，以后我定然不会了。你能这样说，我就放心了。玄清仙子，我这个人一诺千金，你既已帮我逃离魏家，我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方才大夫人身子不爽快，你们两个去外头请大夫回来瞧瞧。吕嬷嬷，我等奉郎主之命，在此看守书房，不得离开。您老要使唤人，还是去后院寻吧。放你娘的屁！今夜府中宴请贵客，后院哪还有人给我使唤？还有你个猴崽子，你想往哪跑？你们两个猴崽子，要是再敢偷闲躲静，待我禀告了大夫人，把你们打成烂羊头！东侧书柜有个暗格，东边书柜，你只要雪雁，怎么回事？少夫就发现了郎主的尸体已经报官了。凉州府办案。
不要喧哗！郎主啊，郎主啊！给我把这府里的每一个人逐一盘查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玄梯仙子，你就是那个自称来自终南山，能降妖伏魔的天玄清。在下道号正是玄清。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，怎么不继续骗下去？啊，陆明书，又是你！民女陆明书，见过贾府尹。哼，松陵书院有你，如今魏府命案还有你。你这女子3番5次乔装打扮，诡辩无穷，定于此案脱不了干系。民女乔装本是受人之托来魏府调查闹鬼一事，还请府尹大人明察。来人，先将他押下去看守起来，待我盘查完其他人，再好好审他。是。贾府尹，请慢。明叔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原来是陆嗣正啊！还未恭祝你状元及第，荣登大理寺高位。但此案归属凉州府查办，不知你带这么多衙役前来，可是为何呀？瑞王听闻魏都使遇害，毕竟此案涉及朝廷要管，非同小可。官家引命大理寺协同凉州府一同查案。应询，立刻带人保护现场，等待仵作勘验，任何人不能触及魏都使的尸体。是。我们担心你牵扯其中，便立刻朝瑞王向关甲求得口谕，让大理寺协同查案。你放心吧。二位虽然奉命而来，但那陆明书假扮道姑潜入魏府，确有杀人之嫌。本官依法办事。他的确有责配合官府调查，但贾府尹无权捉拿。陆嗣正既如此说，那陆明书暂不拘押便是。无事了。这次老奸巨猾，欲对你公报私仇，但无确凿证据，又顾及我的官身，必会有所顾忌。多谢阿兄，这魏县之死如此突然，实在出人意料。督察，明书，魏叔，魏叔，所以今日魏县宴请的贵客是你。你说你来我们家那么多趟，又跟我们阿娘熟识，我们竟然不知您的身份。官衔只是个虚名而已，不值得一提。魏叔今夜怎会忽然做客魏府？魏县是因为生前之事邀我来府，我没想到这个卑鄙小人竟然……不提也罢。
阿兄为仙师一案刚查到魏县，他就遇害，是不是被人灭口啊？眼下还不能做定论，唯有找到真凶，才能做下一步推测。刚让人搜了魏府，并无任何发现。魏县应是受人指使才会诬陷仙师，以他的城府，应该会留下一些线索。看来得尽快找魏大夫人。魏县送我的金镯就在这儿。账册上记载，它来自江陵。江陵？那江陵什么地方呢？账册上并未有记载。看来我的身世果真与江陵密切相关。适才，我听闻陆娘子被佛影传去询问，我可担心了好一阵子呢。大夫人放心，清者自清，我自然是没事的。不过大夫人您还好吗？魏县暴力狠毒，作恶多端，真是应验了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这句话。我只恨啊，报应来得太晚了，否则什么？否则我就能早点脱离这苦海了。这是我从魏县的书房暗格里找到的东西，你看能不能帮到你？魏县生前书房守卫重重，你竟敢私闯他的书房，陆明书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况且我既知道阿兄在为苏先生查案，自然是要伺机找点证据的。那这账册，我先收起来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下次不可如此冒险，我会担心的。我知道。这凉州府的人是怎么办案的？把我的丫头拿去问话，还把我也当成嫌疑犯了。我堂堂国公府夫人能做出来那样的事情吗？清长，你这一次一定要给我好好评评理，绝对不能让这些人平白无故的把我给冤枉了。夫人别气，府上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不拘你我。这殿帅都被请过来审问了，而且捉贼拿赃，这没有证据是不会平白无限的。是啊，母亲，咱们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哎，清长，我方才恍惚好像听见那个陆明书也在府上，还险些被当成嫌疑犯拿下，可有此事啊？好像确有此事。你看吧，我就跟你说了，让你远离他，这下可好了，被当成嫌疑犯了，你还非他不娶，还私定终生。母亲，您别再说了。你还维护他？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母亲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玄清仙子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那好儿子，他现在心里全是那个小妖女。你快来给我评评理，你帮我说说话呀！夫人，其实你想见他不难。不瞒您说，我不叫什么天玄清，那是我来魏府的化名，我叫陆明书。你叫什么都不重要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。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陆明书。陆明书啊？陆明书啊？哪个陆明书啊？就他说的那个陆明书啊？是我说的那个陆明书。就你那个小妖女陆明书？我是我不是。母亲，疼死我了！老毛病又犯了！哎，不行，母亲，扶您坐下。头疼，我头晕。哎呦，犯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没事吧，母亲？哎呦，
淑君，你还是退出花郎阁吧。瑞王好不容易重得官家信任，凡事必得谨慎小心，万不可落人口实。母妃，你莫要为难淑君，此举不妥。我如何是在为难淑君？你因花郎阁被朝臣弹劾，摊上搜刮民脂民膏的污名，难道还要放任下去？我知母妃担忧，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若是没有花郎阁，那些人就不会算计我了吗？正因如此，才更需谨慎小心，不得让人抓住半分把柄。可是淑君加入花郎阁本身并无错，此事亦是我成婚之前允诺于他的。他若因此退出花郎阁，反而会显得儿臣心虚害怕。母妃，您说呢？妾身明白母妃的担忧，妾身已有应对之策。没想到给大王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大王还愿意挺身而出，帮我替母妃求情。这份恩情，淑君谨记在心。此事若追究起来，也是因我而起。你本分经营，何错之有啊？我和明叔会安排好花郎阁，等官家派人来查。既已做好携手白头的准备，不过是早晚之事。你跑到这里做什么？今夜月色正好。今夜月色正好。苏唐离可在府上？已在房中等候殿下。坐下，与本王共议。今日得知魏县死讯，唐离不胜欢喜。多谢殿下相助，祝唐离成功报仇。本王答应过你，要助你复仇。如今魏县已死，从今往后，你便可以永远追随本王。害我父亲者，除了魏县，真的再无旁人了吗？以本王掌握的消息，魏县确实是害死你父亲的最后一人。唐离，收手吧，日后凡本王有的，你皆可享用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无人可以轻视你。唐离自然会听殿下的。
你看，我都忘了饮酒了。明叔，若我偷偷去江陵查找身世，不知阿兄该有多难过。此事一旦开始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真要如此吗？见过大夫人了。怎么了？眼睛迷了东西。我帮你看看。陆兄，你们这又是做什么？明叔眼睛进了沙子，我帮他看看。别忘了你我之间的君子约定。死亡时间：亥时中时到丑时末时之间。尸体致命伤在心口，却无挣扎痕迹。死者死前曾服过迷药。若是中了迷药，便可以解释为何武功高强的魏县会毫无反抗，任人刺中心口而死。据我所查，魏县死前除了同殿帅和他的侍妾燕韶一起同堂宴饮之外，并没有去其他地方。虚实中离席后直接进了园子里，故而这迷药很有可能是他在宴饮之中吃下的。不知殿帅当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之处？这被下了迷药的酒，是我给他的。我昨夜曾说过，魏县要用卑劣的手段笼络我，就是在我的酒里下了迷药。看来这魏县是想用妾室燕韶以美色诱惑殿帅。这燕韶是魏县的姬妾，殿帅若是与他有了首尾，传到外面，便成了殿帅侵占属下的妾室。如此一来，殿帅在魏县那边便有了把柄，之后定要与他同流合污。他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但岂能逃过我的眼睛？饮下那杯酒之后，魏县便借故离去，留下侍妾燕韶在席上，等着我药性发作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自然什么也没有发生。我本就是想捉弄一下魏县，没过多久便离去。我离去的时候，大概是戌时末吧。以殿帅的体格，他用药量应该很大，所以魏县饮酒之后没多久便晕倒。凶手应该是发现魏县晕厥之后临时起意，下手杀人。既是如此，魏府任何一个人都有嫌疑。如此说来，本官之前并未冤枉了陆明书。在魏县死的当晚，除了陆娘子之外，魏府其他人皆有不在场证明。来人，传陆明书。是。
明叔，陆明书，你能否告知本府，事发当晚你身在何处？骑兵甲府尹，陆司正，这是我等在院中发现的线索。此匕首的刀口与魏仙的伤口吻合，想必这便是杀害魏仙的凶器。无量天尊，敢问陆娘子，这把匕首可是你的？这匕首确实是我带入府里的，但我没有杀人。带走。且慢。什么？涉及朝廷命官，我要将他带到大理寺审问，就不劳烦凉州府了。哎呀，令妹嫌疑重大，按律先由凉州府审理，本府行使职权，将一干人犯缉拿到凉州府收押。哈哈，陆司正若想将人带走询问，也未尝不可。不过不知可有刑部文书在身？若无文书，那请陆司正莫要耽误凉州府办案。你务必多加小心，我尽快设法将你带出来。要走？我自己走。我现在就去找瑞王，尽快弄到刑部文书，将明书转到大理寺。明书在狱中，身边不能无人，我想办法护他周全。走，进去，门锁上。这隔壁关了个小娘子啊！是啊，犯什么事儿这是？就是，还挺漂亮。看看，阿兄。开具文书不难，只是刑部尚书已去葛家村办案，明日方归。一干文书只有待他回来才可签署。能否请瑞王赐下令牌手书，我出城寻他？好，那你速去速回。好。这家包子可香了。安排的如何了？公子放心，狱卒啊，我都已经打点好了。您到时候啊，背着这包，他们就会带你去明淑娘子那间牢房了。如此甚好。就是苦了公子了。还不够。打我一拳。啊！不，这是师叔不敢。让你打你就打。清沼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也被陷害了？你手捂着做什么？这伤是怎么回事？被谁打的？没事儿，这伤只是看着严重，其实一点都不疼。哎呀，你可别自己上手折头。来，坐。哎呀，还说没事，都红肿了，我给你擦擦。别留下疤了。能被你这般温柔对待、小心呵护，我真该谢谢那位出拳的仁兄。别是被打傻了，说什么呢？把饭了。
终于吃上饭了。好吃！我跟你说，我都过了1000了，真香。你别噎着，明叔。走了。对不住了。小小之毒，也就如此伎俩了。明叔，走。别跑！阿兄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让我看看，这么大口子，还流了这么多血。这回是真的，伤得很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什么情况？文书在此，谁敢到此？贾府尹，我有证据证明狱卒想要下药害我。哼，你能证明？你去验验这个馒头，便能得知真相。不用这么麻烦。贾府尹可敢一试？凉州府出了这么一件龌龊之事，若是官家知道，贾府尹怕是会落个失察之罪。贾府尹，我相信这狱卒所为，并非你本意，只是凉州府已牵扯其中，不便再调查此案。陆明说和这狱卒，我会带回大理寺，按律审理。陆司正，那我就按律移交犯人。夫人放心，公子并未伤到要害，没有性命之忧。我先下去开个方子。快去，快去！宋副使。宋兄今日是为保护舍妹才入狱，不幸受伤，是我思虑不周，还请宋副使责罚。清长是为了救我受伤的，宋副使、宋夫人都是我的错。父亲。
母亲，是歹人伤的我，与他们无关，更何况我是心甘情愿的，你们莫要生气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急什么？我跟你父亲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吗？明叔，青沼他非你所伤，你何错之有？他选择救你是他自己的决定，你莫要自责。男儿就要有所担当，这次他有惊无险，你们就不必自责了。阿兄，不是该带我回大理寺吗？你就这么把我带回来，不怕你受到连累啊？我已得瑞王应允，以官职作保，确保你的行踪。阿兄的前途就在你手里了，所以你千万不能乱跑，否则天涯海角，我一定抓你回来。阿娘，明叔，明叔，阿娘，你可回来了，把我给急的，让娘看看，啊，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儿，我好着呢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公子，陆娘子又来看你了。真的吗？嗯。看来这病还真不能好太快，否则明叔不来了。清长，明叔你来了，好点没啊？陆兄，你也来了。你是为了救明叔受的伤，我自然要多来看看。本来一些皮肉之伤是无碍的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愈合的特别慢。急什么？慢慢调养就好了。嗯，公子，该喝药了。好。你肩膀受了伤，牵扯到伤口可不好。来，把药给我吧。还是我来吧，喂药我最在行。陆兄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看宋兄这身手，气力恢复了不少。哎呦，117度，没发现，还是有点疼。毕竟你是伤者，还是我来喂你吧。阿兄，一会儿不是要去上职吗？赶紧吃了点心就去吧。这些日子我来照顾清沼就行了。是啊，陆兄，上职要紧，你不用天天照顾我。这是我从新盛昌特地买的点心，你们尝尝。怎么个事？一块糕点而已，又不是什么仙丹妙药，抢什么？松手！我教你们松手！要这样抢的话，谁都别吃。夫人，你在找什么呢？那，哎，这不是你留给儿媳妇的传家宝吗？对呀。这么急着送出去啊？你不急啊？哼，我才不急。哼，是，咱们自然是不同的。
你急的是你未来的那2个亲家，我急的可是我儿媳妇儿。你说咱们清朝那样倾心明叔，明叔呢又那么惠善可亲，我这个做娘的当然是要帮儿子好好推一把了。青梅，青梅，明叔啊！母亲，宋夫人，陆公子，哎呀，你说你们都是自己人了，今后无需多礼啊。你呀，今后不要喊我什么宋夫人，我娘家姓许，你就随文安喊我一声许姨吧。许姨，这个镯子呀，我收着很久了，也一直都没有戴过。我瞧着呢，还是年轻的小娘子戴着好看，也算是我给你的一个心意了。母亲，这不是您的压箱？许姨，心意我领了，但是阿娘教导过我，不要随意收受长辈的贵重之礼，你快收回去吧。是啊，母亲，您一来便送礼物，别吓着明叔。我不就是送个镯子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？许姨给你的，你就收着啊。这个镯子注定是你的啊！我宋夫人，正如明叔说的，若是收了，家母定会怪罪。是啊，母亲，既如此，便别为难明叔。行吧，行吧，那就是我考虑不周了。那下次我去你家的时候，当着你母亲的面亲自给你，到时候你可不许不收啊。哎呀，明叔啊，许姨呀是打心眼里喜欢你。你应该听懂了这玉镯的背后之意，为何不收？阿兄，是希望我收下吗？不是，但阿兄想知道，你想不想收下？眼下身世未明，我根本不愿思及此事，但我不能告诉阿兄，只是觉得还未到时候罢了。怎么？难不成你又不中意明叔，移情别恋其他的小娘子了？母亲还不了解我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不就得了？我知道你这个人脸皮薄，所以今天这个事情，我也是想帮你往前推一把。我这么做，可都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母亲是为我着想，但我怕明叔还没做好准备。他需要做好什么准备？你们两个不是两情相悦吗？这门亲事，我跟你父亲都已经商量过了，是可以结的。现在只要你点头，明日我就找媒人给你上门提亲。真的吗？当然。还是不成。现在去提亲，未免太快了，不能这么急。我说你这孩子，当初急的是你，心悦明叔的也是你，现在我跟你父亲都已经松口了，你又不着急了。母亲，您听我的，再等等。你这孩子，我是管不了你了是吧？哎呀，这孩子真是，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身体不太好，我赶紧买了一些党参啊什么的，
你赶紧拿进去给他吃了。明叔已经无碍了，用不着这些。哎呀，买都买了，你就收下吧。啊，曾娘子，魏大哥啊，我给明叔带了些补品。魏大哥有心了。殿帅，尚书令，你魏大哥，里面请。啊，给我吧。哎，我给的礼物，他再三的推辞。这魏卓给的，他收下了，还喊什么魏大哥？哎，魏大哥一定是好奇我和陆尚书的关系。这也并非什么秘密。陆文翰是阿长的生父。不瞒殿帅，我与妻儿多年前因为一些误会，分离了这么久，现如今能一家团聚，心里不胜自喜。多谢殿帅平日里对我妻儿的照顾，龙某不胜感激。此等恩情，必有回报。陆公客气了。在下与曾娘子因缘相识，曾娘子宅心仁厚，让人敬重，与她相识是魏某的荣幸。玉清的确是世间少有的好女子，就不劳殿帅再过多费心了。想必殿帅一定能够体谅陆某想要妻儿团聚之情。陆公的意思，魏某已然明了。曾娘子生性洒脱，外柔内刚，凡事都有自己的主张，还望陆公做任何决定之前，顾及一下曾娘子的感受。魏某告辞。我叫你臣妾。用力，瞄准，呼吸。殿下好剑法。